下午，一则突发的噩耗袭来，举国都沉浸在悲伤之中。当天下午，东方航空公司 MU5735次航班在执行昆明至广州任务时突发事故，于广西梧州藤县坠毁。南部战区迅速启动应急机制，梧州军分区武警梧州支队第一时间组织救援力量赶赴事故现场展开救援。陆军某陆航旅、某合成旅、某空中突击旅、空军某运搜旅、武警驻事发地周边力量等迅速完成备勤，随时准备支援。目前，军地力量在有序展开救援。3月21号14时38分许，东航 MU5735航班在广西梧州市上空失联并坠毁，机上人员共有132人，其中旅客123人，机组9人。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京西东航 MU5735航班失事，要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组织搜救，妥善处置善后。国务院委派领导同志靠前协调处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举一反三，加强民用航空领域安全隐患排查，狠抓责任落实，确保航空运行绝对安全，确保人民生命绝对安全。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克强总理召开的紧急会议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国务委员王勇代表党中央、国务院3月21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广西梧州，指导东航客机坠毁事故现场救援、善后处置及事故原因调查工作。中国民航局、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广西、广东两地救援力量也在事故发生几个小时后抵达现场救援。MU5735航班坠毁后，伤亡情况不明，还引发了山火。解放军方面也迅速启动应急机制。15时17分许，梧州军分区接到事故通知，立即展开部署。命令就近的藤县人武部和龙须区人武部附近乡镇民兵应急排，紧急出动民兵超265人，火速赶赴现场，参与搜救和山火扑灭等工作。16点30分许，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也经请示上级获得批准后，派出30余名官兵携装先期出发，于17时40分抵达救援现场。后续又派出2批共60名支援力量赶赴现场。另外，梧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接警后，立即调派23辆消防车、117名消防救援人员前往救援。广西消防救援总队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勤指挥部赶赴现场，调派南宁、柳州、桂林、北海、玉林、贺州、来宾、河池支队538名消防救援人员前往增援。此外，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驻广西桂林、南宁队伍138名消防救援人员，福建省森林消防总队驻广东肇庆队伍300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救援。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也派出5个支队，共505人赶赴现场增援。应该说呢，我们国家呢是一个由党和国家集中领导的中央地方军队这个多层级、高度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救援体制。那么从地方这个层面呢，我们知道各个这个地方政府包括省市它都掌握着这个消防和救援力量就以以前的这个消防武警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救援力量。那么一旦有事，那么他们肯定是这个第一时间投入的救援力量。除此之外呢，实际上军队也是一支非常重要的救援的这种力量，可以说它是一支救援的突击力量因为军队有它自身的这种快速反应的能力以及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些优势一旦这个自然灾害这个比较严重、面积比较大，那么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下，它也可以迅速的展开这个救援活动。那么从这一次东航坠机的救援的情况来看呢，可以看到，首先
赶赴事发现场，就是事发地的广西梧州的这个消防救援支队，他们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救援。与此同时，广西总队他也做好一些准备，调配，包括广东省的一些救援力量也赶往这个事发地点进行增援。那么同时呢，由于这个事发地它处于山区地形非常复杂，而且这个影响的范围很大，就是这个飞机台它散布的这个范围非常大，所以救援难度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军队的这种支持，所以南部战区在接到上级的命令之后就派出或者就近派出他的陆航的一些力量，或者陆航为主的一些这个部队利用他的直升机包括他的一些垂直投送的这样一些力量，做好这个赶往出发地进行救援支援的这种准备。所以我们可以看出针对这一次坠机事故从国家到地方到军队所有的救援力量都动员起来了，也可以反映出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救援体系它的高效快速的这种反应能力。据藤县应急管理局消息，至周一下午5时15分左右，客机坠毁引发的森林火灾已经被扑灭。晚上8时左右，相关机构发布了一段无人机航拍坠机救援现场画面，山谷处隐约可见坠机残片，未见山火。那么这架 MU5735航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根据航空追踪网站 Flight Radar 24信息显示，该客机速度和高度在梧州附近出现骤降。飞行数据显示 ，MU5735航班从昆明机场起飞后，一直在约8869米高度进行巡航。下午2点19分，飞机突然从巡航高度下降，同时飞行速度从约每小时845公里开始下降。仅2分钟后 ，MU5735航班丢失 ADS-B 雷达信号，同地面失联。根据最后的 ADS-B 雷达数据显示，飞机在最后2分钟高度下降了8000多米，且机翼部分残骸和主要残骸距离较远。而从 ADS-B 数据反映出来的情况可以判断，飞机的坠落分成3个阶段。第一次下坠从29100英尺到7425英尺，止住下坠趋势从7425英尺拉起到8600英尺。第二次下坠从8600英尺到3225英尺，最终坠毁。从 FR-24官方给出的高度变化中，可以清晰看出，在飞机坠落过程中，飞行员在努力挽救飞机，并一度止住了下坠，拉升了高度，但最终依然未能力挽狂澜，不幸坠毁。像这种固定翼的大型的民航客机呢，它一般坠毁呢，比如说有这个失去动力那第二呢就是失去控制那如果说是仅仅是失去动力，比如说它的2台发动机全部停车了，有一个类似的滑翔的有一个倾斜度的一个下坠的过程那另外一个就是失去控制那这个飞机呢，如果说它的控制舵、控制面全部失效的话，那这个飞机就可能有一个更急剧的一个坠落的过程。国际知名航空专家托马斯·杰弗里表示，没有求救信号，在空中没有烟雾，这是极其罕见的情况。此次坠毁的 MU5735航班为波音737-800客机，东方航空已经暂停旗下所有波音737-800客机的运行。东航随后也发出公告，对本次飞机失事中遇难的旅客和机组人员表示沉痛的哀悼。本次直飞 MU5735航班的波音737-800NG 客机于2015年6月10号注册，机龄仅6年10个月，属于准新机。737-800NG 客机是波音公司推出的737第3代机型，截至2022年2月，已在全球交付7088架。
截至本次事故前，航空安全网络记录该型客机仅发生过21起机体全损事件，其中在起飞阶段发生事故的4起，在进近降落阶段发生事故的有16起。其中仅有2006年戈尔航空 GOL1907 航班空难是在巡航阶段发生事故，但那是一次极为罕见的空中撞击事件，与本次事件没有任何相似性。波音737系列飞机是美国波音公司生产的一种中短程双发喷气式客机，是民航历史上最成功的窄体民航客机系列之一。任何一个时候，全球的天空都有数百架的波音737在飞行。不过，这次出事的波音737-800型号近些年是多次发生事故。2007年5月5号，肯尼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800型客机从喀麦隆杜阿拉起飞后坠毁，机上114人无一生还。飞机失事不同于一般的交通事故，高空落到地面上产生巨大的冲击和爆炸，很难有生还者。因此，任何一次飞机失事都是很可怕的事情。飞机失事的原因有很多，总的来说可归结以下3种原因：飞机本身设计缺陷、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3种。其中，飞机设计缺陷是最致命的。美国波音公司在生产737系列客机 MAX 型时，就曾因此陷入艰难境地，信誉扫地。2018年10月，印尼失航的一架波音737 MAX 飞机在印度尼西亚海岸坠毁。2019年3月，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客机也发生坠机事故。在半年内，2架波音737 MAX 客机坠毁，造成34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经过18个月的调查后，美国众议院公布了长达238页的报告，指出这些坠机事故不是某一次失职、技术错误或者管理不当造成的，而是波音工程师一系列的技术假设错误、波音管理层缺乏透明度以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监管严重不足导致的可怕结果。目前，世界大飞机市场上主要是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在竞争，这2家公司一直都在关注着对方的一举一动。由于空客率先推出 A320 新型飞机，这是一款配备先进发动机，并且比以往机型省油15%的200个座位的喷气式客机。波音公司得知后也不甘示弱，将同样油耗能效的发动机安装在了737机型上。升级后的737就是发生事故的737 MAX。然而，波音公司为了节省成本，没有重新设计737的机体，新发动机却比原发动机大一些，这样就造成了飞机在飞行途中会出现抬头趋势的隐患。波音公司为了解决这一隐患，专门增加了一个机动特性增强系统，是帮助飞机避免失速坠毁的。当飞机的速度过慢或者飞行角度过高时，机翼上的气流就会停止流动，飞机就会失去升力，开始下坠。如果增强系统认为飞机要失速坠毁，它就会自动压低机头。要命的是，这个机动特性增强系统操作指令在飞行员的权限之下，它不受飞行员的控制。当它出现误判，进入死亡俯冲状态后，飞行员想试图操控它也是徒劳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飞机坠毁。而负责的监管机构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对于波音737 MAX 系列的安全认证是外包给波音自己做的。作为国际航空界最重要的监管认证机构之一 ，FAA 让波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一失职不仅让自己沦为笑柄，也让自己的公信力大打折扣。而波音737 MAX 客机也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停飞或禁飞。东航 MU5735机型为737-800，是否存在737 MAX 上的问题，还需要专业人士厘清。专家们指出，现阶段网上流传对空难原因的猜测多不足为据。所有飞机控制系统至少有2套互为备份，波音737还有1套钢索作为人力备份。因此，除非出现维护的重大失误，不太可能3套系统全部失效。杰弗里认为，空难调查员的第一步肯定是找到黑匣子、语音记录仪和飞行数据记录仪，然后转录他们的数据。如果他们完好无损，这将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证据。总体2方面吧，民航客机的这个
这种重大的事故呢，一个是咱们可以分为人为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机械故障导致的，啊。那现在咱们能够看到的信息还很少啊，也没有更多的官方的信息和调查的数据出来。美军高官称 F-35与歼20在东海近距离相遇，两机距离到底如何？是否有过招？美军将领猛夸歼20有何意图 ？What we're noticing is they are flying it pretty well. 它这种示弱，实际上隐藏着还是后边的一些咄咄逼人的一些东西。中美隐身战机首次云端相遇，哪些看不见的较量已经展开？歼20和 F-35都装有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但就雷达探测能力而言，歼20显然不落下风。乌克兰危机仍在持续，美加马对乌军援，惊现弹簧刀自杀式无人机将如何搅动局势？弹簧刀无人机最值得说到的本领其实是3个关键词：单兵携载、自杀式攻击、远程智能打击。我认为是一个有点改变游戏规则的这个武器。美西方一边声称要缓和局势，一边持续向乌输送武器，火上浇油，意欲何为？近日，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司令威尔斯巴赫透露，美军 F-35隐身战机曾在东海上空与中国空军的歼20隐身战机近距离相遇，并点赞歼20飞得好。那么，美军将领公开这样的信息是否靠谱？中美隐身战机被公开的首次空中相遇有无过招？双方的相遇地点有哪些关键信息值得解读？此外，美方计划购买全新17预警机，与亚太地区数量庞大的 F-35体系融合，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本期节目，评论员杜文龙、傅前绍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3月15号，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司令威尔斯巴赫在一场线上讨论中透露，近日美军一架 F-35曾与中国空军的歼20战机过招。他强调，这只是在东海空域近距离空中接触，绝不是交战。尽管没有说明 F-35与歼20具体的遭遇时间是否不止一次相遇，但威尔斯巴赫对歼20的表现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说，中国歼20飞得非常漂亮和专业。Tell you what we're noticing is they are flying it pretty well. We recently had wouldn't call it an engagement, but where we got relatively close to the J-20s with our F-35s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we're relatively impressed with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that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J-20s. They also had some other aircraft in the region as well that were pretty well command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评论员秦真认为，罕见地对歼20进行夸奖，很可能是美军司令在有意示弱，以此向国会申请更多的军费。当然，从美军的一些表态，我是一直认为美军有时候他故意示弱，比如说叫印度到，这跟他参加红旗军演，他故意让自己的 F-15输给印度的飞机，他示弱的目的其实说明美国很狡猾，他有一些这个处心积虑的盘算，比如说他这个故意的就是让你显露出自己的一些能力，然后他把自己的能力隐藏或者示弱，或者有的时候示弱是为了军方管国会要钱，也许美军后手有一些更强大的手段，但他没说出口啊，所以他这种示弱实际上隐藏着还是后边的一些咄咄逼人的一些东西。威尔斯巴赫还将话题对准了中国空军的空警500预警机。What I will tell you though about their command and control, significantly the KG-500, is tha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some of their capability to be able to have long-range fires, and so some of their very long-range air-to-air missiles are aided by that KG-500. And so being able to interrupt that kill chain is something that interests me greatly. 有分析认为，美方一系列表态意味着2件事：第一，歼20和空警500预警机的协同程度很高；第二，空警500能够有效发现和跟踪 F-35隐身战机，美军一直引以为傲的隐身衣已被看透。
因为空警500是一个预警机，所以第一，它可以比歼20更远的发现对方的目标；第二，它作为一个预警指挥机，它发现对方目标之后，它可以快速的通过数据链把目标的位置、目标的数量，等等一些信息发送给歼20。所以这个预警机和战斗机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预警机也被称为叫这个空中力量的倍增器。中美隐身战机的隔空过招，一时间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双方在狭路相逢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与普通战机相比，隐身战机的云端较量又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来看歼20和 F-35，从机型特点来看，它们都拥有高度隐身能力、先进航电和高度信息化。按照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司令威尔斯巴赫的说法，两款隐身战机是近距离相遇，美方看到了中方专业的飞行，中方飞行员把歼20飞得非常好。这些话中透露出的意思很可能是，两款隐身飞机进入了双方飞行员的目视距离，但双方没有发生激烈的空中对抗。外界当然对这两款战机谁更胜一筹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就隐身性能来说，只要是达到隐身机的标准，就没必要揪住雷达反射截面积是多少不放了。这就像两名学生的分数分别是98分和97分，没人会认为两者的能力差距很大。就传感器而言，歼20和 F-35都装有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分布式孔径系统、光电瞄准系统，态势感知能力都很强，同样处于同一水平。但就雷达探测能力而言，歼20显然不落下风，因为歼20的机头尺寸更大，有源相控阵雷达的尺寸自然也就更大，这样就能集成更多的 TR 模块。在同等雷达技术水平下，显然拥有更多 TR 模块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能力更出色，表现在功率更大、搜索和跟踪距离更远、多目标打击能力更强。值得注意的是，威尔斯巴赫还特别关注歼20战斗机和空警500预警机的协同。空警500是采用全数字阵列有源相控阵雷达的预警机，可以将所有雷达信号进行数字化控制。圆盘状3面阵数字阵列雷达使用了氮化镓材料，因此对雷达信号很低的隐身目标探测时有独特优势，能通过自带的被动监测系统收集对方数据通信信号，进而捕捉对方的方位。威尔斯巴赫称，中国空军的一些超远程空导弹得到了空警500的协助。他的意思是说，空警500可以为歼20战机的导弹提供目标识别、目标分配以及中继制导服务，也就是歼20战机可以在空战中依靠空警500提供的信息发射导弹。这种空战模式实际上就是美国空军近些年来在不断探索的协同交战能力。按照威尔斯巴赫的说法，显然中国空军也具备了这样的空战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联系威尔斯巴赫相关言论的上下文就可以发现，他对歼20战斗机和空警500预警机的所谓吹捧另有目的。因为威尔斯巴赫还说到，美国空军的E3预警机无法在远距离发现歼20，而且技术状态也越来越老旧。美国空军需要考虑购买更先进、更可靠的E7预警机。此外，美国空军还应考虑如何阻断中国空军由歼20战斗机和空警500预警机构成的杀伤链。由此可见，威尔斯巴赫的真实用意是在炒作中国威胁论，为美国空军向美国会伸手要更多的钱发展和采购新装备找理由。3月17号，在美国空军协会一次视频会议上，威尔斯巴赫表示，现役的E3哨兵预警机遭受严重的老化问题，无法远距离发现和对抗中国空军的歼20。他主张使用全新的E7蝎尾预警机来替换E3。We have 4 of them in PACAF, and oftentimes all 4 of them are not able to fly because of maintenance issues. But when it gets airborne, those sensors that we rely on the E3 aren't really capable in a 21st century flight, especially against a platform like the J-20 or something similar to that. It just can't see those platforms far enough out to be able to provide an advantage to the shooters. 他话锋一转，进一步指出，E7预警机性能更先进，也更可靠，可同时跟踪多个空中和海上目标。
目前，美国盟友澳大利亚和韩国已经装备了E-7预警机，而美国太平洋空军也希望采购这个机型。在评论员秦真看来，从性能上来说，E-7预警机的雷达看得更远，机内所搭载的指挥预警设备也更新，带来的威胁更大。E737作为一个比较新的预警机，它采用了很多新技术，它那个有源相共振雷达理论上就要比这个 E3那老式的机械扫描雷达呀，它要看得远，它上面的一些这个预警指挥系统的那些设备都是新的。需要指出的是，2021年9月，美国空军作战部长肯德尔曾经威胁说，美军将装备一系列让中国空军感到恐惧的超新型号武器，以此来震慑快速发展的中国空军。不久后，中国空军副司令员王伟在2021年中国航展新闻发布会上霸气回应道：“中国空军有能力、有信心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只要你不害怕，那就让我们到云端相见吧。”